这样的哈兰德谁也不会说他软脚蟹了吧？尤其是最后的最后和索波斯洛伊两个人的拉拉扯扯，这个名场面10年后咱们都不会忘。鸳鸯双栖蝶双飞，春色满眼惹人醉呀！再联想到哈兰德罚点球前，索波斯洛伊对着他那可爱的笑颜，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辅国英格兰，这是活生生在亿万球迷眼皮底下磕 CP。朋友们，今天这场曼城利物浦的球赛真是精彩透了，怎么你都想不到。那么咱们马上开始，也谢谢您支持老 K 足球新闻，谢谢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感谢您点个订阅，非常谢谢。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看了曼城2-1利物浦，这场比赛真的精彩呀，超级精彩，尤其是最后，看了几十年的球，没有看过这样的场景。最后的最后，当时曼城是2-1领先，客场领先。然后利物浦的门将阿里松已经冲出来了，冲到了曼城的后场，但是最后丢了球权，比席尔瓦一脚挑传，切尔基带球，切尔基对着空门轻轻那么一脚，那球速也就不快。这时候索波斯洛伊和哈兰德两个人都有可能追上那个球。先是哈兰德在前面跑呀跑，索波斯洛伊从后面想把他拉倒，然后索波斯洛伊想过去把那个球解围，哈兰德又把他给拉倒。最后两个人谁也没碰到那个球，球缓缓地滚进了球门，3-1。当时裁判已经补时了99分钟，本来按照举牌，裁判只补时7分钟，所以补时到99分钟，已经额外又补了2分钟。这时候裁判吹哨，比赛结束，本应是3-1曼城获胜，可索波斯洛伊不依不饶，跟裁判说：“刚才我把他拉倒了，而且拉倒的时候是在禁区外呀，应该罚任意球啊，不应该是3-1，应该是2-1呀。”过了许久，裁判果然收到了 VR 裁判的提醒，看了回放之后，果然是索波斯洛伊先在禁区外拉倒哈兰德，应该判任意球。可是由于索波斯洛伊是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当时门前已经没有门将了，所以索波斯洛伊被红牌罚下，然后由切尔基罚任意球。切尔基也是一脑子郁闷，好不容易我这赛季又进了一个，你竟然给我吹出来，裁判你可是已经明了哨了呀。最后没办法，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有参加比赛的下一轮利物浦的对手桑德兰莫名其妙捡了个索波斯洛伊的红牌，所以索波斯洛伊呀，你这是争什么呀？3-1输了就输了吧，跟2-1有什么区别？最后争来争去，你自己又被红牌罚下。虽然切尔基最后的任意球是一脚打飞，但是比赛彻底结束，再也没有给利物浦反击的机会。最终的比分是曼城在客场2-1拿下了利物浦。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整个斯洛特的排兵布阵给老 K 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好。上半场曼城踢得更好，组织的有声有色，但斯洛特的防守非常的有弹性，而且屡屡能够创造出得分的威胁。下半场风云突变，在中场调整之后，斯洛特的整个利物浦焕发出了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下半场一开始，利物浦就压着曼城打，曼城的球迷可郁闷坏了。但就在这个时候，61分钟，瓜迪奥拉做出果断的换人调整，鲁本迪亚斯换下了胡桑诺夫，切尔基换下了马尔穆什。正好胡桑诺夫当时被自己的门将多纳鲁马用膝盖顶中了面部，一时昏厥，有脑震荡的风险。小胡自己是还想踢，但是在教练组的劝说下还是下场。然后从61分钟开始，曼城大概踢了10几分钟的好球，可好景不长，很快又被利物浦把整个势头给扳回来了。第74分钟，索波斯洛伊一脚远距离的任意球世界波，精彩的右脚外脚背弧线，特别像总裁 C 罗的抽射，力道十足，1-0领先。不过很遗憾今天哈兰德是千方百计给队友做球，他在门前一个头球摆渡，比席尔瓦门前铲射破门，扳平比分1-1。在第93分钟，阿里松送了个点球，哈兰德点射破门，2-1反超。今天这比赛，特别是最后的几分钟，真神了！再加上最后进球的这20分钟，是真的好看，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场比赛。所以曼彻斯特现在就是整个欧洲足球综艺的中心。咱们曼联也综艺，曼城现在也综艺，并且将这股综艺的气氛带到了安菲尔德利物浦。比赛的最后整个直播间大家都在拍桌子，真是一群人都笑麻了。这场球是5年内、10年内可能你都忘不掉的一场比赛。所以大家周六周日北京时间晚上都来老 K 在 YouTube 的直播间怎么进来呢？你就点开 YouTube 老 K 足球新闻的首页就可以了。哎呀，刺激！今天真的是由喜到悲，由悲到喜，只需要5分钟。
最后啊，哈兰德和索博斯洛伊互相扒拉，结果球自己滚进去，真是戏剧性拉满，笑死大家了。而且哈兰德也是聪明透了，你拉我不吹，那么我也拉你。提前10几天给大家过春节联欢晚会，裁判也是非常的配合，无敌了。先是点球，再是红牌，太搞了。利物浦最后血亏，无数的球迷发了朋友圈宣布啊，我将裸辞在家，全职研究这场比赛。反正已经快过春节了，年后再找工作吧。所以还得是咱们英超好看。其实在哈兰德罚点球之前，索博斯洛伊就过去搞事情，用自己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住哈兰德，想用美男计蛊惑他、魅惑他。可是哈兰德很聪明，立刻将目光移开，不看你这美男子。当时已经把老 K 给笑的呀。现在看来，利物浦红军的球迷都傻了。其实都到最后时刻了，多输一个球，其实感觉总比拿一张红牌要好一点吧。少了索博斯洛伊，后面的比赛可不好踢呀。对了，在最后的最后，曼城门将多纳鲁马还有一个神扑，不愧是世一门啊，那个神扑真的是太猛了。所以大家都看了几十年球，第一次看见一个判罚让两边的球队都血亏。曼城这边切尔西少了个进球，那边利物浦却得了张红牌。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这真算是活久见了。感觉未来的年轻人想当裁判，考裁判题啊，这必须要加到最后压轴题的难度。这个里面的精妙之处在哪儿呢？你索博斯洛伊一开始拉哈兰德，裁判是可以以有利于进攻不吹的，但是哈兰德又拉索博斯洛伊，这总不至于有利于进攻吧？就必须吹。但你吹了哈兰德拉索博，又怎能不吹索博拉哈兰德呢？所以最后一球裁判是吹的两边都不讨好，但这也确实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下一场利物浦怎么办？看来只有让琼斯踢右后卫了。利物浦球迷啊，今天是又笑又气，真无语了，最后气得半死，从天堂落入深渊只需要20分钟。特别是看到自己最爱的美男子爱将索博啊，最后去申诉，搞了个这么个结果。哎呀，现在看来利物浦至少会少3场的索博。曼联、切尔西赢了。当然最后也要看裁判委员会的判罚，不是所有的红牌都会禁赛3场。今天上半场利物浦萨拉赫在禁区内被拽倒，但是无视逃脱了点球。最后小杰萨在禁区内倒地也被裁判无视，间接导致最后索博的红牌。不过呀，这些有争议的判罚每场都有。曼城球迷这边也有的说呀，上半场科纳特有一个抱摔马尔穆什也被无视，也是逃点。下半场范戴克背后的剪刀脚放倒哈兰德，只拿了张黄牌。这算不算逃了红牌呢？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咱们英超的球队啊，每一场输了之后都可以骂裁判。足球的本质是娱乐，大家开心开心。另外一方面，阿森纳的球迷也不高兴了，白白兴奋了80多分钟，从满心期待到悬着的心又彻底死掉。现在曼城距离阿森纳仍然有6分，不多也不少，这个压力还是给足的。今天利物浦的埃基蒂克在门前机会很多呀，但是好多球都没有传给队友。有个球如果空门传威尔茨可能就进了，还有好几个机会没有传加克波。今天埃基蒂克稍微毒了一点，但更重要是自己把握机会，终结能力还是差了那么一点。至于加克波，不管在哪儿拿球都是内切，所以他在中路抢点还行，踢边路啊可能不太适合他。至于萨拉赫嘛，不好说，确实身体比过去差了太远，但你要说踢得有多差也不见得，法老王还是很努力了。今天维尔茨在场上几脚传球的状态不错，但是这种强对话，两边的组织核心球权都偏少。可最大的问题还是维尔茨在门前的射门的时候啊，脚头太软。如果脚头硬，今天恐怕利物浦早就2-0了。而曼城这边的哈兰德本赛季真的进步挺大，不断的给队友做球，各种直塞斜塞，有点过去德布劳内的功夫。今天在最难踢的比赛里面，客场安菲尔德绝平助攻，绝杀进球，这样的哈兰德谁也不会说他软脚蟹了吧。尤其是最后的最后，和索博斯洛伊两个人的拉拉扯扯，这个名场面10年后咱们都不会忘。鸳鸯双栖蝶双飞，春色满眼惹人醉呀。再联想到哈兰德罚点球前，索博斯洛伊对着他那可爱的笑颜，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辅国英格兰，这是活生生在亿万球迷眼皮底下磕 CP。对了，必须提醒一句，索博斯洛伊和哈兰德过去在红牛就是队友，关系铁得很，好哥们儿，相爱相杀，相杀又相爱。对了，有一个恐怖的事实，哈兰德在英超助攻榜已经排到第3了，所以他真的进化了。今天这个助攻跑位太聪明了。印象中哈兰德本赛季有许多球摘出来摘得很不错，甚至有许多神仙传球，但由于曼城其他球员射门终结能力拉胯无比，所以最终没有达成神仙助攻，这跟亚马尔有点像。另外啊，今天拿了黄牌的格伊
半年前距离格伊最近的可是利物浦。格伊今天在场上硬生生给咱们展现了什么是当今英超最佳中后卫的水平。扳着指头一数，除了阿森纳的那2位，可能第3就算格伊了吧。一个人在门前，在多纳鲁马的前面挡了5-6次扑救。多纳鲁马作为门将都已经做好扑救动作了，可利物浦的射门硬生生被格伊给封堵了。你这不是添乱吗？人多纳鲁马的刀都出鞘了，又默默收回去了。今天格伊到了利物浦，满天的嘘声，那又怎样？不妨碍格伊成为曼城的城墙。所以呀，在曼城格伊拿的工资和奖金，没有1分钱是白拿的。有他在，曼城那破防守就像是立了一堵墙。今天在客场那么多人嘘，他一拿球就嘘，在这种压力下还能如此冷静的出球。说实话，尤其下半场曼城又开始犯病的时候，利物浦的攻势很猛，太考验格伊的水平了。但是客观讲，有一个球就格伊拿黄牌那个背后拉人，严格说裁判是可以给红牌的。所以咱们曼城老爷是真有钱，每一个转会窗口都在补硬货。这个东窗买来一个塞门约，再买来一个格伊，那真的是缺哪儿补哪儿，而且补的还是最好的。今天赛后，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谈到了最后那戏剧性的一幕，他说呀，常识对吧？我们赢了比赛，但索波斯罗伊却不能上场了。我知道他有拉拽动作，但一场比赛里这种情况太多了，裁判经常都会施予继续。在这个国家，在这个联赛里，一直都是这样处理的。所以啊，给进球，比分3-1，索波斯罗伊还能出战，我们也会皆大欢喜的。哈哈，所以主裁判最后的处理，几乎让所有看球的人都感到失望。不过像老 K 这种看热闹的除外，我是标准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觉得这样的重头戏就配得上这样的戏剧性。好，今天的曼城在客场2-1逆转击败利物浦，也是他们本赛季英超首次在落后的情况下拿分。今天打到80多分钟，老 K 还在直播间说呢，曼城啊打逆风球是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哎，说着说着曼城就逆转了。本赛季此前5场落后的英超比赛，曼城是全部输球。特别是今天在被利物浦进了球之后，曼城又在那儿来回倒脚，又在禁区外面瞄边。本来觉得已经彻底没戏，哪知道一脚斜传，哈兰德一个头球摆渡就解题了。好，利物浦方面也是他们自2017年4月以来首次在英超主场先进球以后被逆转。这过去整整9年时间，利物浦球迷没有受过这种气。他们上一次还是2017年4月1-2不敌水晶宫，也是先进球被逆转。而在这9年中间，每当利物浦先打入1球以后啊，他们在109场联赛主场比赛中保持不败，98胜11平，不愧是安菲尔德呀 ，This is Anfield。所以赛后瓜迪奥拉又可以放豪言了，他开开心心的表示，赛前大家都在说我们完蛋了的时候，我可不吃这一套。瓜迪奥拉说，当然落后6分总比落后9分好，但考虑到阿森纳在各个环节都很强，这依然是个很大的分差。但是就像我说的，英超还剩13场比赛，还有很多。联赛杯决赛要来了，欧冠也在这里，这么多比赛，而且还有伤病之类的，每支球队都在为目标而战，为了欧冠资格、欧联杯、欧协联或者保级。根据我的经验啊，最后10场比赛虽然不是闹剧，但也会非常非常艰难。哈哈，瓜迪奥拉这小子也开始玩心理战了。这几句话说的，阿森纳确实压力山大。对了，另一方面啊，今天哈兰德在92分42秒打入的点球，是有统计以来英超做客安菲尔德的球队打入的最晚的制胜进球。说穿了，红军的球迷在自己主场就没有这么晚被绝杀过。今天利物浦的主教练斯洛特也是对裁判一肚子的抱怨，他表示，如果是发生在对方禁区，我要求点球的话，我不确定会判点球。可怜的斯洛特先生啊，是真破防了。斯洛特说，是的，我认为整个赛季中我可以列出我一点都不夸张，10个、15个、20个裁判的判罚本可以有不同结果的瞬间，但我们利物浦不能依赖这些判罚，也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即使面对这些判罚，我们利物浦也应该足够强大，去赢下比赛。这正是我们每天努力训练的目标。我们在进步，但仍然不够。在这个水平上，当你面对曼城如此强大的球队时，我认为错误判罚真的很难克服。今天传射建功以后，哈兰德也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而他也创下了一个纪录，在英超客场对阵每一支哈兰德交手次数超过1次的球队的时候，他都取得了进球。所以到现在，桑德兰的光明球场成为了哈兰德英超生涯造访过的唯一没有取得进球的球场。那么在积分形势上，利物浦现在就比较严重了，他们落后第5名切尔西已经有4分，落后第4名曼联已经有5分。
而今天的德甲，拜仁慕尼黑是5-1主场狂胜霍芬海姆。17分钟，客队的阿克波古马就送了红点套餐，凯恩稳稳命中。不过第35分钟，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诺伊尔送大礼，对方克拉马利奇破门。诺伊尔这个球不应该呀，直接把球传给了门前的对方球员。好在第45分钟，路易斯·迪亚斯再造了个点球，凯恩仍然点射双响。补时阶段，凯恩送出助攻，路易斯·迪亚斯破门。上半场就已经3-1了。第62分钟，奥里塞送出助攻，迪亚斯破门，完成自己的双响炮。第89分钟，路易斯·迪亚斯禁区前内切低射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今天的比赛搞笑啊！小将卡尔在4-1领先的情况下，一个左右脚连踩单车，踩了3下，不小心自己把球碰出界了，把对方的球员和所有的球迷都给笑得捂着肚子起不来。即使在自己中学的野球场上，也很少有这么搞笑的球员。好啦，路易斯·迪亚斯盖棺论定，去年下窗5大联赛最佳引援，利物浦失去了他一落千丈，拜仁有了他是如虎添翼。本赛季的欧冠冠军，拜仁是发起了最强烈的冲击。路易斯·迪亚斯本赛季各项赛事28次首发，已经打进了18个进球，11个助攻。赛季还没打完，各种数据已经远超在利物浦。好，今天的西甲，皇马顶住巨大的压力，在客场2-0战胜瓦伦西亚，继续保持积分榜上对巴塞罗那1分的压力。下半场第65分钟，卡雷拉斯内切一条龙低射破门，这个进球非常关键，给皇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而且在狭窄空间，卡雷拉斯是连过4-5个呀。补时阶段第91分钟，布拉辛迪亚斯助攻，姆巴佩轻松的推射破门。今天阿诺德复出，他的几脚转移球看得皇马球迷享受透了，终于见到了英超第一长传手的威力。上场只打了14分钟，阿诺德的几脚长传，局面立刻变得不一样。所以过去一段时间，阿诺德的受伤也让几个主教练的帅位不稳。他的长传呀，真的是历史级别。看这种传球，真是球迷一种享受。这几脚球一亮相啊，整个皇马的进攻瞬间就流畅，真的高级。而小熊维尼修斯因为停赛，所以本场的皇马左路直接就瘫痪，但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为维尼修斯不在，所以卡雷拉斯才敢一个人1过4啊。有意思的是，本场皇马的右后卫首发是小将戴维西门尼斯，在第76分钟他被阿诺德换下。而皇马的老队长卡瓦哈尔右后卫，他进入了大名单，但本场比赛没有上场。球虽然没有踢，但比赛结束后，卡瓦哈尔却在场上和体能教练平图斯进行了一番看起来比较激烈的交流。马上世界杯了，卡瓦哈尔也想上场，也想获得去参加世界杯的机会，这样的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今天穆总姆巴佩连续6场西甲破门，他也是目前5大联赛最长的连续进球纪录。而这一个2-0也是自2013年1月以来，皇马首次在客场零封瓦伦西亚。本场比赛瓦伦西亚甚至只有7次射门，而且无一射正。但另一边的皇马，今天卡雷拉斯的破门是赫伊森助攻的，这也是自2022年4月以来首次有皇马的2个后卫在客场比赛中可以连线进球。而卡雷拉斯刚来皇马不久，生涯的2个球都是在打瓦伦西亚进的，这也成为他最喜欢的对手。上演一条龙破门之后，他也当选本场最佳球员。那么皇马的主帅阿维罗亚在赛后发布会上盛赞了穆总姆巴佩，而且这段发言的调子定得相当高啊。阿维罗亚说，姆巴佩正在成为像 C 罗那样的球员，我很幸运能够拥有他，他是当今足坛最好的球员。就像我说的， C 罗的成就像是只有外星人才能做到的。虽然姆巴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具备追随 C 罗步伐的条件。为什么姆巴佩不能超越 C 罗呢？如果有谁能做到，那就是姆巴佩了。卡瓦哈尔作为看守教练，这话说的情商是真高啊！目前看来，威权主义不是阿维罗亚执教的特点，就看这一通彩虹马屁炮能不能够让皇马的大爷们服气了。今天也是自23-24赛季的9连胜收官以来，皇马首次单赛季的西甲取得7连胜。总之，不管球迷怎么想，现在换帅还是对皇马来说换对了。今天这场算经典的皇马式的胜利，过去安切洛蒂在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踢成这样。更何况现在阿维罗亚的皇马手里的中场没有过去莫德里奇、克罗斯那样的大脑中枢，所以已经很不错了。只是利物浦和皇马的球迷啊，过去成绩太好，所以口味太刁。现在经历小小的低谷，皇马仅仅在联赛落后1分，欧冠还没有见真章，欧冠的冠军还不知道是谁呢。所以皇马球迷们不要泄气，大家只管加油关注就好了。今天另一场西甲焦点战役，
马德里竞技2个进球被吹掉，最后0-1，主场不敌皇家贝蒂斯，不敌原神安东尼。而第20分钟，原神安东尼的内切远射破门，1-0，就此将比赛拿下。这角球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我们是原神嘛。安东尼现在10个进球8个助攻，基本都是世界波，没有一个是点球。作为一个边锋，带领一支弱队走到这里真的不容易。可是从马德里竞技的角度看来，今天这场比赛比02年的日韩世界杯还要过分。你如果要问马德里竞技是怎么做到对同一个对手连续2个客场都是5-0赢皇家贝蒂斯，在自己的主场却0-1输掉，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裁判和 VR。下半场被裁判吹掉进球后，马德里竞技的心态是完全崩溃。而皇家贝蒂斯因为连续0-5输给马竞，所以姿态放得很低，一直是低位防守寻求反击，所以就靠安东尼走廊最后大显神通。另外从马竞的角度看，西蒙尼现在调教进攻球员，确实好像进攻球员来了马竞都会变得平庸。总之吧，也就那个样子了，每年都是第3，马竞每年还是只能争第3。赛后赢了球的对方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倒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这场我们的战术和国王杯那一场没有变化，只是今天的站位再偏后一点。在2月5号，当时国王杯1/4决赛输给马德里竞技之后，当时的佩莱格里尼曾经说过，如果可以，我本来想在中场把11个球员全都换了，哈哈，没想到几天前的实力碾压，今天在马竞的主场，安东尼却带着贝蒂斯拿了3分，全身而退。这种所有人都想不到，赌球的庄家是不是赢惨了？好，今天足球新闻再讲2个跟美国有关的新闻。首先，过去的里贝里，咱们拜仁的法国球员里贝里，他的名字竟然赫然出现在了爱波斯坦的档案中。根据档案第26页受害人的陈述，里贝里曾经尝试在花园中去殴打他，而警方不得不将里贝里带回自己的车里。在档案的第28页，还有里贝里和一位律师想要在娱乐场所寻找14岁的女孩的文字。在档案的第30页的文字中，表明里贝里是从事色情行业中的一员。他的团队的同伙在殴打女性受害人时曾经表示，是里贝里让我这么做的。所以过去里贝里和本泽马还涉及了除籍门，但2014年巴黎刑事法庭判本泽马无罪。但当年的除籍门无疑是毁灭了当时里贝里和本泽马这2个球员的生命。本泽马是非洲裔阿尔及利亚人，里贝里的妻子是北非人。里贝里信奉的是伊斯兰教，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祖上还是咱们中国的一位皇帝。总之这些事情很复杂，现在的爱波斯坦档案竟然涉及的里贝里，也是真让人想不到啊。好，另一条新闻，现在沙特足坛最具声望之一的声音瓦利德·法拉吉对 C 罗最近和沙特足球的对峙批评的尤为尖锐。法拉吉说，C 罗必须认清自己的位置，这个国家名叫沙特阿拉伯，不是 C 罗阿拉伯。他把自己的大使身份和管理层的职责混为一谈了。他现在的表现令人失望，他只是一名拿着巨额薪水的雇员，这份薪水比他在欧洲踢球时的任何一份都要高。他必须学会尊重沙特联赛，否则就选择离开吧。C 罗应该对沙特阿拉伯心怀感激，就算再给他500年时间， C 罗自己也不可能踏进白宫一步。如果不是加入了沙特的代表团，他甚至连白宫的大门都靠近不了。而现在 C 罗周日继续参加了利雅得胜利一线队的合练，不过下场比赛是否会出场仍然没有敲定。罗马诺最近表示，关于 C 罗回归曼联或者加盟美职联球队的报道都是谣言， C 罗会在合适的时间说明整个事件。而现在利雅得胜利队、球员、教练组、管理层都全部支持 C 罗，他没有和俱乐部有一点矛盾，只是由于沙特公投基金控制了沙特的几个球队，能够决定投资预算等等事情，所以 C 罗不满他们的管理和策略。而另一方面，热刺队过去的旧将阿里，对，也就是著名的纪录片里被穆里尼奥盖棺定论的那个懒惰的阿里，他最近在伦敦参与赌博，又陷入了新的麻烦，短短几天就输掉了15万英镑。他经常在伦敦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赌场参加深夜牌局，曾经多次一晚上就输掉25000英镑。有一位扑克老手告诉记者，阿里输得太惨了，其他赌场的常客开始称阿里为鲸鱼，这是扑克俚语，指技术不精却输了很多钱的玩家。职业扑克玩家说，我们都非常期待阿里来赌场，因为钓到大鱼是热爱扑克的玩家梦寐以求的场景。他一到赌场就会有消息传开说，阿里赌场开始营业啦，然后大家就蜂拥而至，加入他所在的牌局，因为我们都知道那里有很轻松就可以赚到的钱。
在过去的2个星期里，阿里几乎隔天就会出现一次，通常是在凌晨时分。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他则带着一个伴侣。他会到楼上的高额赌注扑克桌前玩几个小时，通常每次都会输掉25000英镑。我想这应该是赌场每天给他的信用额度吧。这其实挺令人难过的，因为阿里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开心。我们都知道他不缺钱，而且他似乎也并不太在意损失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说到底，扑克世界很残酷，无论玩家当时的处境如何，都容不得半点情绪，一切都只关乎牌局和尽可能多的赢钱。现年29岁的阿里，过去曾经是英格兰技术最优秀的球员，最优秀的天才。他代表英格兰队出场过37次，在2018年世界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身价一度高达1亿欧元，周薪曾经高达15万英镑。但随后阿里的职业生涯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目前已经无球可踢了。去年9月，他被法布雷加斯的科莫队解约以后，回到了伦敦。所以穆里尼奥过去在纪录片里说他那句话含金量还在上升。穆里尼奥曾经语重心长对他说：“我觉得有一天，如果你不能取得自己有能力取得的成就，我觉得你会后悔的。”好的，今天曼城、利物浦如此精彩的足球，你怎能不爱？谢谢大家点个订阅、点个赞和评论一下，支持咱们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